养父查出肾癌后，未婚夫主动提出捐肾，却因麻药过敏死在手术台上。我因为愧疚，一直尽心尽力照顾他的父母，还为他还清生意失败欠下的100万债务。累死那天，看到他挽着小三的胳膊来看我，我才知道养父肾癌是假的，他也没死，一切只是为了逃债和小三一起潇洒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养父查出肾癌那一天。这一次，我肯定帮他们真的换个肾。养父查出肾癌这天，家里乌云笼罩，他把我和未婚夫一家叫到家里，垂头丧气宣布这个消息。医生说这个病得做移植手术，但是肾源不好找，我也不想治了，浪费钱。等我死后，你们2个好好过日子，叶子你也别跟郭凡怄气了。眼前熟悉的一幕，让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上辈子，养父说自己腰酸背痛，明明什么事都没做，还整天疲劳的不行，甚至拉出来血尿。我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却意外检查出肾癌晚期。他闹着不治了，郭凡不答应，拉着我的手坚持要治，还第一个冲到医院为养父配型。我感动不已，觉得自己没看错人。然而手术这天，他却没能从手术室出来。准公公在医院气急攻心晕了过去，准婆婆直接用包砸我的脸，大骂：自打我儿子认识了你这个搅家精，我们杨家就没有一件好事，先是生意垮了，现在连我的儿子都被你克死了。苏叶，你是真不给我们一条活路啊！他用力捶打自己的心脏，最后一副上不来气的样子，也跟着公公晕了过去。恰在此时，追债的人跟到医院，我这才知道郭凡创业失败，欠下了300万的巨款。他们听说郭凡死了，逼我在借条上签字画押，让我来偿还这笔债款。郭凡是为了救我的养父死的，我愧疚万分，当场认下这笔钱。公婆和养父醒来后，我更是跪在他们面前，承诺以后不管有多苦，我都会赡养3位老人。自此，我每个月打8份工，除了每个月还的欠款，我还要给双方老人1人2000的生活费。所以，哪怕是拼了命的工作，我依然入不敷出，每天只能吃点榨菜馒头。只有碰到餐馆打烊要倒掉卖不出去的剩菜时，我才会舔着脸去低价买下。身上有点小病小痛，更是不敢看医生，只会上网查一下原因，再随便买点药吃。终于在40岁还清了300万，也在这一天倒了下去。医生说我常年劳累过度，忧思郁结，已经是乳腺癌晚期。我没有存款，做不了手术，躺在房间等死。生命弥留之际，家里突然热闹起来。我挣扎着起床去看，就看到原本死了20年的郭凡，带着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人和一对儿女，正在和公婆拉家常。那女人也是熟人，是20年前莫名失踪的我的养妹。那一瞬间，我如遭雷击。郭凡也看到我了，他下意识皱眉呵斥，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也不怕吓到我们。婆婆不在意，挥挥手，她都快死的人了，你和她计较什么？你们这次回来就别走了，在家里住下。她以往带着慈爱的双眼只剩下厌恶。苏叶，你收拾收拾，别死在家里，这么瞪着我们干什么？你检查出癌症，我一个老婆子伺候你这么久，已经很够意思了。今天你就搬出去，郭凡和他老婆还要回家住呢，太晦气了，记得打扫干净点。他们把我扫地出门。我回家，却发现养父早就换了地址。邻居说他20年前发了一笔财，一直在游山玩水。我掏心掏肺对待的家人，到头来确实只想对我掏心掏肺。兀自沉浸在上一世的仇恨中，我丝毫没注意身旁的郭凡已经许下要给养父捐肾的诺言。苏叶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被吓傻了？我回过神，眼泪断线的珠子般争先恐后往外掉。
我太害怕了，郭凡，我不能没有爸爸。我知道爸的病咱们肯定得治，我现在就去医院做配型，要是我的肾能给爸，我立马捐。郭凡拍着胸脯保证。我却露出犹豫的神色，你还这么年轻。在旁边嗑瓜子的婆婆一看我拉着郭凡要劝，啪一把摔了瓜子，站起来叉着腰就开始骂我。好你个苏叶，平时装的孝顺，现在你爸得了这么大的病，我家郭凡都答应给你爸治病了，你还想阻拦？他虽然没生你，也养了你10几年，你就是这么为人子女的。那等我们老了，有个灾病的，还能指望得上你吗？公公也朝我啐了一口，边骂我不孝边过去开门。必须让大家来评评理，看看老苏你这是收养了一个什么女儿，简直是白眼狼。从头到尾一直说不想治病的养父苏大强，在周围邻居聚过来之后，开始一言不发，抹着眼泪，一副被我伤透了心的模样。上辈子我为苏大强的病着急上火，郭凡做配型时，我也要求做了一个，他们的计划十分顺利，倒是没有闹过这一出。门外，街坊邻居对着我指指点点，我扑通一声给苏大强跪下，重重磕了个头。爸，我不是不同意郭凡给你捐肾，你的病肯定得治，我是想说我愿意给你捐肾，报答你的养育之恩。苏大强被我这一跪打得措手不及，整个人都懵了，目光看向公婆，询问他们接下来怎么办。公婆也愣住了，倒是郭凡反应迅速，跟着跪在我身边抱住我。老婆，你身体不好，我怎么能让你捐肾？你放心，既然你嫁给了我，你爸就是我爸，应该是我这个当儿子的来捐才对。邻居们纷纷竖起大拇指，称赞他是一个好丈夫、好女婿。郭凡也得意地勾起唇角，他以为这样计划成功之后，我会更加迫于压力，在众人的指责中会更加卖命帮他赡养父母，偿还欠款。我也笑了，他如今在众目睽睽之下许下这样的承诺，捐肾已是板上钉钉。而这一次，我会让他的这颗肾真正捐出来。邻居们看热闹，跟着我们一起去了医院，亲眼看着郭凡做完配型，大家对他的钦佩更上一个台阶。郭凡，到时候检测结果出来要跟我们说一声哦。对啊，能配上最好，要是万一配不上，大家也好帮忙宣传一下，知道的人越多，找到肾源的希望也越大嘛。郭凡笑呵呵和邻居们聊天，还当场拉了一个群，表示结果出来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。我看着他殷勤的样子，没错过他眼底那一丝贪婪。这是觉得邻居们在群里会因为人情直接转账，众筹一笔进他腰包呢。1周后，结果出来，郭凡把配型成功的诊断报告往群里一发。谢谢各位叔叔婶婶们，好消息，我可以给我爸捐肾。群里立刻沸腾起来，纷纷说是因为郭凡的孝心感动了老天爷，这才这么顺利。还有人说这都是缘分，不然为什么偏偏是他和苏大强成了一家人？聊着聊着，有人带头给郭凡赚了200块钱。郭凡，这是叔一点心意，钱不多，给你岳父买点营养品。这话一出，其他人也纷纷转账。郭凡眉开眼笑，发了条感谢的语音过去。收钱的时候却撇着嘴吐槽，就这么点，真是把我当乞丐打发了。你爸还说你们住的是高级小区呢，就这么小气。我在旁边笑笑不说话，手里的手机却对准了他，把这一幕全部录了下来。手术前1天，郭凡的电话突然打不通了。我打开手机定位，找到地图里他所在的酒吧。刚进门没走几步，就看到他搂着苏婷瑶吻。10分钟之后，苏婷瑶才喘着气推开他，一脸娇羞瞪他一眼。狐朋狗友打趣：“凡哥，你真要给苏叶他爸捐肾啊？这腰子没了，
你还怎么跟庭瑶妹妹潇洒啊？另一人接话：是啊，庭瑶妹妹，要不然来跟我吧，保证让你快乐。郭凡给了后面那人一脚，一边去，我不是说了，捐肾是骗苏叶的，他爸哪有病？哥几个不是不知道我公司什么情况，不找个冤大头，我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不至于吧？你不是马上都要和苏叶办婚礼了吗？到手的新娘子你舍得？怎么，你喜欢她？郭凡睨了那人一眼。怎么可能？就是有点不相信你这么狠。苏庭瑶娇笑着扑进郭凡怀里，撒娇回应那人：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吗？我姐姐这么爱凡哥，要是知道真相，也会心甘情愿帮凡哥的。凡哥这样也是为了激发他的生活信念。没错，苏庭瑶是我的妹妹，养父的亲女儿。3年前，她高考结束，苏大强说她成绩不好，想送她出国留学。他养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为了报恩，早就习惯性为这个家付出了。于是我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，进厂打工，为苏庭瑶赚生活费。可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勾搭上郭凡。我不理解他喜欢郭凡什么，后来才知道他只是讨厌我，觉得我抢走了他的爸爸，所以他要抢走我的一切。即便他知道我会成为孤儿，是因为我父母为了救溺水的他而死。那天正好有记者拍下我父母救他的画面。苏大强迫于社会舆论，不得不收养我。我在苏家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苏大强离了婚，洗衣煮饭擦地，家里大活小活全是我一个人做。他还扑我：苏叶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要是不会这些，以后嫁人是会被嫌弃的。反观苏庭瑶无忧无虑，被宠得无法无天。捐肾这一出就是他想出来的主意。我向前几步走到郭凡面前，沉下脸色，抬手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郭凡很是慌张：苏叶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眼泪下一秒滚了出来：你明天就要捐肾了，今天还出来喝酒，你怎么能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？要是手术出现什么意外，你要我怎么办？郭凡愣了足足5秒，随即意识到我并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。他隐隐有些窃喜，板起脸指责我：我真是受够你了，苏叶，我马上都要给你爸捐肾了。你也知道这个手术对身体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们这样聚会了，你却连一个最后放松的机会都不给我。我无措道：对不起，我不是想控制你，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。说着，我像是想起什么，拿出手机给郭凡看。医院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们找到了合适的配型，是一个死刑犯的，对方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孽，有意捐献器官，再过1个星期就执行了，不用你捐肾了。我刚刚那么说也是一时情急，你也知道，自从我爸查出肾癌，我就吃不下睡不着，我真的很怕你也出事。说着，我像是想起什么，拿出手机给郭凡看。医院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们找到了合适的配型，是一个死刑犯的，对方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孽，有意捐献器官，再过1个星期就执行了，不用你捐肾了。我刚刚那么说也是一时情急，你也知道，自从我爸查出肾癌，我就吃不下睡不着，我真的很怕你也出事。这份证明不过是我找人伪造的，只要给医院打个电话稍加确认就能识破。但眼前2人心里本就有鬼，此刻直接慌得昏了头。郭凡脸色逐渐难看，苏庭瑶凑上来着急说：姐姐，你怎么能接受一个死刑犯给爸爸捐肾？那种人根本不配。不等他说完，我再次抬手给了他一嘴巴子。庭瑶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什么叫那种人？你出去接受的教育就是让你歧视愿意奉献的人吗？难不成爸爸肾癌，你也觉得是爸爸罪孽多端，活该晚年凄惨吗？我从来没打过苏庭瑶，
他呆愣愣望着我，眼底满是不敢置信。郭凡看不得心上人受委屈，当即就要对我动粗。这时，旁边几个看傻了的狐朋狗友像是才反应过来，连忙过来拉开郭凡劝架。我哇一声哭出来，对着狐朋狗友们质问：你们说，有人愿意给我爸捐肾是不是好事？狐朋狗友结结巴巴：是挺好的。苏婷瑶把郭凡拉到暗处，悄声商量：凡哥，不能等了，我一会儿给医院那边的朋友打个招呼，再跟我爸说一声，让他装急性肾衰竭，必须马上做手术。你先去稳住苏叶。原本明天才开始的手术，因为他们一番操作提前到了1个小时后，亲眼看着苏大强被推进手术室，我哭得双眼通红，把一个担忧父亲和未婚夫的形象饰演得淋漓尽致。你一定不要有事，你和爸爸一定都要平平安安的。郭凡笑着抬手摸了摸我的头顶，在这等着我。不远处的电梯口，翘首以盼，终于等来主刀医生。苏婷瑶立刻把藏在袖子里的一封厚厚的红包往对方手里塞。主刀医生一愣，直接推了回去，义正言辞道：这就不必了，家属放心，我一定会认真手术的。苏婷瑶看着被退回来的红包，再看了看医生的胸牌，登时脸色大变，急忙朝郭凡跑过来：凡哥，这个手术你不能做。郭凡还以为苏婷瑶想和他演戏，最后拉一波我的愧疚值，露出一副英勇就义的神情。婷瑶，你不用再劝我了，能给爸爸捐肾是我心甘情愿的，谁让我爱你姐呢？话音落下，他含笑看我一眼，眼里还带着浓浓的不舍和眷恋。我一阵作呕，面上却不得不配合他，感动不已。直到医生在旁边催促起来，苏婷瑶终于怕了，一把抱住郭凡的胳膊，死活不让他进去。正好公婆也到了，苏婷瑶想拉着公婆一起劝，公婆却和郭凡一个想法：婷瑶，我儿子对你姐的情谊没人能比，你就让他去吧。苏婷瑶急得满头大汗，想说些什么，我开口打断：婷瑶，有什么事一会再说，你先让郭凡进去，医生护士都在催了。而且郭凡刚刚已经在小区群里通知自己今晚就会给爸爸捐肾的事了，有邻居还把这件事发到了网上，大家都在说我嫁对人了呢。郭凡面带喜色，踏进手术室时昂首阔步，反观苏婷瑶神色万念俱灰，活像死了老公，木已成舟。她不敢再说什么，只能灰溜溜坐在铁椅上发呆。婆婆丝毫不担心，留下一句：这么干等着也没什么意思，我和你爸出去转转，手术结束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。我点头答应。苏婷瑶在旁边不停给对面的人发信息，然而始终没得到回复。她也不想，她那个朋友在医院已经连轴转了3天，如今好不容易休息1天，自然是可着劲儿的睡觉。哪能想到原本商量好的情况会突然变化，也更不可能帮他安排提前打过招呼的医生。手术要好几个小时，郭凡和苏大强都是上辈子害死我的罪魁祸首，我巴不得他们最好真的死在里面，也没心思在这等着。于是趁苏婷瑶不注意时直接走了。苏婷瑶和我不对付，也懒得管我，发现我不在后，也只是给我发了个消息，让我回去熬点鸡汤送过来。我假装没看见，一直到第2天，医院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郭凡术后血崩了。我赶过去才知道，郭凡醒来后还以为计划已经成功了，看到守在床边楚楚可怜的苏婷瑶，急吼吼就要拉着她亲热。他翻身太猛，腹部的伤口瞬间裂开。我一进病房，眼泪就扑簌簌流下来，
苏大强在另一张病床也见不得多好，他年纪大了，动这种大手术根本受不了，这会儿痛得直叫唤。两人眼中都闪烁着一种淡淡的死感。想必是他们一醒，苏庭瑶就把事情的经过给他们说了一遍。公婆得到消息也急匆匆赶来，还没到门口，婆婆暴怒呵斥我的声音就已经传了过来：苏叶，你个丧门星，你克我儿子！骂到一半戛然而止。看到病房里的场景，公婆目瞪口呆。在他们的想象中，郭凡现在应该已经假死脱身了，而我这会儿会被债主逼着签下借条才对。婆婆憋不住，一个眼刀射向苏庭瑶：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都安排好了？怎么景浩老公主动给我养父捐肾，术后发现真有刀口？我笑，医生被我换了。老公懵了，婆婆憋不住，一个眼刀射向苏庭瑶：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都安排好了？怎么？话未说完，她像是意识到什么，急忙捂住嘴。可此时病房里气氛已然凝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和苏庭瑶身上。我佯装一脸懵懂，带着哭腔问道：妈，你们在说什么安排？郭凡和爸现在这样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婆婆眼神闪躲，支支吾吾道：没什么，我就是着急，看郭凡和老苏遭这罪，心里难受。苏庭瑶脸色苍白如纸，咬着嘴唇，低垂的眼眸不敢与任何人对视。就在这时，医生走进病房查房，看到病房里剑拔弩张的氛围，微微皱眉，不过还是尽职的检查了郭凡和苏大强的术后情况。医生拿着听诊器，在郭凡的胸口、腹部仔细听了听，又查看了他伤口的愈合情况，轻轻按压周围，询问郭凡的感受。随后，医生走到苏大强床边，重复着类似的检查动作。检查完毕，医生表情凝重地说：患者术后恢复情况不理想，尤其是郭先生，术后血崩对身体损伤极大，后续需要密切观察，而且要绝对避免剧烈运动，保持情绪稳定。苏先生年纪大，身体底子差，伤口愈合也会比较慢，同样需要悉心照料。饮食上要注意营养均衡，多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，促进身体恢复。医生一边说着，一边在病历本上快速记录着，眉头始终紧紧皱着。医生走后，病房里再度陷入死寂。许久，苏大强虚弱的开口：庭瑶，到底咋回事啊？你快给爸说说。苏庭瑶眼眶泛红，声音带着哭腔：爸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原本联系好的医生临时有事来不了，我也没办法啊，我找了好多人，可都找不到能顶替的，时间又紧，只能让医院安排了。郭凡气得脸色铁青，不顾伤口疼痛，挣扎着坐起来，冲着苏庭瑶吼道：你不是信誓旦旦说都搞定了吗？现在怎么办？我这肾真没了，以后可怎么办？以后我还怎么工作？怎么赚钱还债？你看看我现在这副样子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婆婆心疼儿子，赶紧上前安抚，一边安抚一边骂道：都怪你这丫头，办事这么不靠谱。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当初就不该信你的鬼话，现在可好，把我儿子害成这样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们狗咬狗的模样，心中暗自冷笑，面上却依旧维持着一副担忧焦急的样子。郭凡，你别激动，先好好养病。爸，你也别太担心，医生说只要好好养，肯定能好起来的。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一定有办法让你们恢复健康的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走到郭凡身边，轻轻拍着他的肩膀，
试图让他冷静下来，眼中满是关切，可内心却毫无波澜。此时，病房门突然被推开，几个西装革履的人走了进来。为首的男人一脸严肃，手里拿着公文包，目光在病房里扫视一圈，最后落在郭凡身上，开口道：“你是郭凡吧？我们是某某银行的，你之前贷款的项目已经逾期很久了，今天是来提醒你，若再不还款，我们将采取法律手段。这是催款通知书，你看一下。”说着，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递给郭凡。郭凡听到这话，如遭雷击，整个人瘫倒在床上，眼神空洞。他颤抖着接过通知书，手不停地哆嗦，脸上写满了恐惧和绝望。婆婆则是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起来：“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儿子都这样了，你们还来逼债，还有没有天理啊？我们家已经够惨了，你们就不能放过我们吗？”她一边哭，一边用手捶打着地面，头发也变得凌乱不堪。苏大强和苏婷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知所措。苏大强原本就苍白的脸上，此刻更没有一丝血色，嘴唇微微颤抖，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。苏婷瑶瞪大了眼睛，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身体微微发抖。我心中暗爽，这一切都是我提前安排好的。我早就调查清楚郭凡的债务情况，在他们手术这天，特意联系银行的人上门催债，就是要让他们彻底乱了阵脚。看着他们的狼狈模样，我强忍着心中的快意，冷冷开口：“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们也别吵了。郭凡，你好好养病，这债既然是你欠的，你就得想办法还。爸，你也安心养伤。我出去一下，给你们买点吃的。”说完，我转身走出病房，脸上的悲伤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畅快的笑意。我来到医院走廊尽头的窗边，深吸一口气，阳光洒在身上，却驱不散我心中的寒意。曾经的我，被他们的谎言和算计害得家破人亡，如今这不过是复仇的开始。我望着窗外人来人往的街道，车辆川流不息，心中默默念叨：郭凡、苏大强、苏婷瑶，你们给我的痛苦，我会一点一点让你们全部偿还。你们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。我给助理打了个电话，事情都安排好了吗？助理在电话那头恭敬的回答：苏总，都安排妥当了。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已经收购了郭凡之前创业公司的大部分股份，并且联系了之前与他有合作纠纷的几家公司，他们很快就会联合起诉郭凡。另外，关于苏大强和苏婷瑶的黑料，我们也收集的差不多了，随时可以曝光。我们找到了苏大强之前参与非法投资的证据，还有苏婷瑶在国外涉嫌学术造假的材料，都足以让他们身败名裂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：很好，继续盯着，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尤其是郭凡，他现在身体恢复一些后，肯定会想办法应对债务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新动作。还有苏婷瑶，他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肯定在搞什么鬼，一定要查清楚。挂了电话，我再次望向窗外繁华的城市，心中充满了复仇的决心。回到病房，我手里提着买来的饭菜，脸上又恢复了那副温柔体贴的模样。我买了些清淡的饭菜，大家吃点吧，有小米粥、青菜包子，还有一些营养汤，对你们身体恢复有好处。我将饭菜放在一旁的桌子上，然后走到郭凡床边，轻声说：郭凡，你吃点东西，这样才能有力气恢复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只有吃好了，才能快点好起来。郭凡看了我一眼，
眼神里满是复杂，有愧疚，有怨恨，更多的是无奈。他接过我递过去的饭菜，机械地吃了起来，每一口都像是在吞咽苦难。苏大强也勉强吃了一点，婆婆则是坐在一旁，还在小声抽泣，对饭菜动都没动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郭凡和苏大强在医院里继续接受治疗，而我则以照顾他们为由留在医院。实则我在暗中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同时也在等待着时机给他们致命一击。每天我都会在病房里陪着他们，帮郭凡换药，扶苏大强起身活动，表现得无微不至。但在这看似温馨的表象下，我时刻留意着他们的言行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苏庭瑶整天神神秘秘的，不是在医院走廊里打电话，就是偷偷发信息。我知道他是在想办法补救这个烂摊子，可一切都已经晚了。有一次，我假装去上厕所，悄悄跟在他后面，听到他在电话里焦急地说：“你再想想办法，不能就这么完了。我不能坐牢，我爸也不能有事，钱的事我再想办法凑，你一定要帮我把那些证据销毁。”我心中冷笑，他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无法逃脱的绝境。1周后，郭凡的身体稍微恢复了一些，能够下床走动。这天，趁病房里其他人都不在，他突然拉住我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：“苏叶，我错了，你就救我吧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我真的不想坐牢，那些债务我实在还不上啊。我求你看在我们曾经的情分上，帮我一把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再也不敢了。”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角，泪流满面，脸上写满了哀求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一丝怜悯。“郭凡，你现在知道害怕了。当初你和苏庭瑶设计害我养父，设计害我时，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？你把我的生活毁得一塌糊涂，让我尝尽了人间疾苦。你觉得一句道歉就能弥补吗？”我的声音冰冷刺骨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利刃，刺向他的心脏。郭凡痛哭流涕，我鬼迷心窍，我不是人，你大人有大量，看在我们曾经的情分上，救救我吧，我以后一定改，一定好好补偿你。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，只求你别让我坐牢。他不停地磕头，额头都磕红了。我冷笑一声：“补偿？你拿什么补偿我？你毁了我的生活，毁了我的一切，你以为一句道歉就能弥补吗？你让我在痛苦中挣扎了那么多年，现在你想让我救你，凭什么？”说完，我甩开他的手，转身走出病房，心中没有一丝动摇。刚走到病房门口，就碰到了苏庭瑶。她看到我，眼神闪躲，想要绕过我进病房。我拦住她：“苏庭瑶，你和郭凡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你以为你能逃脱吗？你从小就嫉妒我，抢走我的一切，现在又和郭凡一起算计我，你觉得你能轻易摆脱这一切吗？”苏庭瑶脸色煞白：“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我当时也是被郭凡骗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”他低着头，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我看着他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心中的怒火更盛。被郭凡骗？你会被他骗？你从小就嫉妒我，想方设法抢走我的东西。我父母为了救你而死，你不但不感恩，还变本加厉的伤害我。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你以为装可怜就能逃过惩罚吗？不可能！我怒目而视，眼中的怒火仿佛要将他吞噬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，径直离开。我知道
暴风雨即将来临，而他们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边等待着助理那边的进一步消息，一边继续在医院里照顾着郭凡和苏大强。表面上，我还是那个温柔体贴的女儿和未婚妻，可内心的仇恨却在不断燃烧。又过了几天，我收到助理的消息，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。我来到医院，走进郭凡的病房。此时，病房里只有郭凡和苏婷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：“郭凡、苏婷瑶，今天我来是想告诉你们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”我的声音平静而又充满威慑力，让他们两人不禁打了个寒战。说着，我拿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视频。视频里是郭凡和苏婷瑶在酒吧里商量如何骗我养父捐肾，如何骗我偿还债务的对话。他们一边喝酒，一边眉飞色舞地讨论着计划，脸上的贪婪和得意一览无余。郭凡和苏婷瑶听到视频里自己的声音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郭凡惊恐地看着我，身体不停地颤抖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充满了恐惧和难以置信。我冷冷一笑，你们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被曝光的一天，这还只是一部分，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。我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。说完，我又拿出一叠文件，这是郭凡你公司的财务报表，你挪用公款、偷税漏税的证据我都有，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，你无法抵赖。还有苏婷瑶，你在国外的那些丑事，我也都掌握了。你在国外留学时，为了获得好成绩，找人替考，学术造假，这些证据我都有。明天这些东西就会被送到相关部门以及各大媒体手中，到时候你们将身败名裂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将文件重重地扔在桌子上，文件散落一地，仿佛他们即将破碎的生活。郭凡和苏婷瑶瘫倒在地，眼神中充满了绝望，他们知道自己彻底完了。郭凡双手抱头，不停地摇头，嘴里喃喃自语：完了，全完了。苏婷瑶则是呆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，泪水不停地流淌。这时，病房门突然被推开，公婆和苏大强走了进来。看到病房里的场景，他们都愣住了。公婆看着地上瘫倒的郭凡和苏婷瑶，又看看我手中的文件和手机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苏大强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什么，却又说不出来。我看着他们，一字一顿地说：这就是你们欺骗我的代价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恩断义绝，你们好自为之。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择手段地伤害我，现在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说完，我转身大步走出病房，心中没有一丝留恋。走出医院，阳光依旧灿烂。我抬起头，迎着阳光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这一场复仇，我终于成功了。曾经失去的一切，我都要让他们加倍偿还，而我也将彻底告别过去，迎接全新的生活。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我不再害怕，因为我已经从过去的痛苦中走了出来，变得更加坚强。我将带着全新的自己，开启一段美好的人生旅程。走出医院后，我脚步匆匆，怀揣着对未来的坚定信念，径直奔赴公司。公司里，助理早已等候多时，在他的协助下，我迅速投身到工作中。那些在复仇期间被暂时搁置的业务文件堆积如山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逐一梳理。凭借着多年在职场中摸爬滚打积累的丰富经验，
以及在困境中磨砺出的敏锐商业洞察力，我迅速找准业务的关键节点，制定出清晰的推进策略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带领团队日夜奋战，不知疲倦地穿梭于各个会议室与办公室之间。每一个项目的策划，每一次客户的洽谈，我都亲力亲为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随着时间的悄然流逝，公司业绩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蒸蒸日上。我们成功拿下了多个重要客户的订单，在行业内的知名度与日俱增，很快便稳稳地站稳了脚跟。不满足于现状的我，凭借着前瞻性的眼光，积极开拓新的业务领域。当我们宣布进军新兴市场时，立刻引得众多同行纷纷侧目，他们对我们的勇气和魄力既惊讶又钦佩。在拓展新业务的过程中，困难重重，市场调研、技术难题、竞争对手的打压接踵而至，但我没有丝毫退缩，凭借顽强的毅力和智慧，一一化解。工作之余，我决定重新拾起曾经热爱的事物，绘画与阅读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。每个周末，我都会精心安排时间，前往城市里的艺术展览。踏入展览大厅的那一刻，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幻世界，不同艺术家的作品琳琅满目地陈列着。我漫步其中，仔细欣赏每一幅画作，用心感受艺术家们通过色彩与线条所传达出的丰富情感与深刻思想。那些充满生命力的画作，如同神奇的魔法，总能让我忘却工作的疲惫和生活的烦恼，心灵仿佛得到了一场洗礼，获得极大的慰藉。而阅读则像是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无数奇妙世界的大门。在文字的海洋中畅游，我领略到了古今中外各种奇妙的故事，从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到扣人心弦的科幻冒险，从发人深省的哲理散文到感人至深的情感小说。每一本书都像是一位智慧的导师，不断丰富着我的内心世界，让我在知识的滋养下愈发成熟与睿智。与此同时，郭帆和苏婷瑶的事情如同一场风暴，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各大媒体竞相报道，将他们的丑行毫无保留地曝光在大众视野之下。郭帆因挪用公款、偷税漏税等多项严重罪名，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，并背负上了偿还巨额债务的沉重负担。曾经不可一世的他，如今只能在监狱的铁窗内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。苏婷瑶也因学术造假等问题，遭到了所在学校的开除。他的名声瞬间扫地，曾经的骄傲与虚荣如泡沫般破碎。走在街头，人们对他指指点点，唾弃声不绝于耳。苏大强则因参与非法投资，资产被依法冻结，一夜之间陷入了经济困境。曾经的富足生活一去不复返，他每日为债务所困，愁眉不展。公婆更是无法承受这一系列沉重打击，整天唉声叹气，以泪洗面。家庭的破碎和社会的唾弃让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无尽的黑暗。一天，我正在公司全神贯注地忙碌着，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。我顺手拿起听筒，电话那头传来婆婆虚弱且带着哀求的声音：“苏叶，我是你婆婆，我们现在实在走投无路了。郭帆他在监狱里身体也不好，我们连请律师的钱都没有了。”我听着他的话，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曾经他们一家人算计我时的丑恶嘴脸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，冷冷地回应道：“当初你们处心积虑算计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已经仁至义尽，
不会再管你们的事情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，仿佛要将过去的一切彻底切断。本以为事情就此平息，可没过多久，苏婷瑶却突然出现在公司门口。她看起来十分憔悴，头发凌乱不堪，眼神中满是绝望。见到我，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声泪俱下的哭着说：“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求你救救我。”我看着他这副狼狈模样，心中虽有一丝不忍，但想到他曾经对我所做的种种恶行，那些痛苦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，我狠下心来，严肃地说：“苏婷瑶，一切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。我曾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可你从未珍惜。现在，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说完，我叫来保安，将他请了出去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知道我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划清了界限。经历了这些，我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。在事业上，我带领团队乘胜追击，成功拿下了几个至关重要的大型项目。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拓展，规模也在持续扩大，员工数量日益增多。为了提升员工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，我亲自参与到公司的重新装修计划中。从空间布局的设计到装修材料的挑选，我都精心考量，力求为员工打造一个舒适、高效的工作空间。同时，我还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员工培训与晋升制度，鼓励员工不断学习，提升自我，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。看着公司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蓬勃发展，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这是我用汗水和智慧浇灌出的果实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。这个活动旨在帮助那些像我曾经一样遭受过生活磨难的人。在活动中，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大家来自不同的行业、不同的背景，但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。我们一起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筹集资金，四处奔走，向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公益理念，呼吁大家伸出援手。我们深入贫困地区，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去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。看着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的纯真笑容，我心中充满了温暖。我们还为遭遇变故的家庭提供物资援助，帮助他们度过生活的难关。通过这个活动，我深刻体会到了帮助他人的快乐，也更加明白生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追求个人的成功与幸福，更在于传递爱与温暖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在事业上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，公司成为了行业内的领军企业。我也在不断的成长与历练中，变得愈发自信与从容。回首往事，那些曾经的痛苦与仇恨早已化作过眼云烟。我感谢曾经经历的一切，是他们让我成长，让我变得无比坚强。如今的我，拥有了成功的事业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生活充满了阳光与希望。我知道未来的路还会有波折，但我毫不畏惧，因为我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一切，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。我将继续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。